物以稀为贵。我虽然在国内的话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女孩，但是在欧洲的话，我简直就是非常的受欢迎啊！是啊，你不敢信吧？真的是。那么胖胖薇小姐姐啊，你以前这个大学毕业后还去做过海员啊？啊，是的，女海员。对，我是2013年8月份，然后学校选拔去了欧洲去当这个海员。那个欧洲的地中海邮轮，就他是不太看身高和长相什么的，他就觉得好像是你外语好一点就 OK 了，所以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就通过了他们的筛选。哎，那个我要问一下，你们是学的什么专业啊？我学的海事英语。海事英语。对对对，偏海洋方向。后来我记得是在2013年的9月份。我就开始踏上了去这个欧洲的这条路。这个时候你是几岁啊？我当年的话就是18、19岁，因为我上学比较早。我就已经是大3了，因为我16岁上大1。我记得当时是坐了大概27个小时的飞机。最终是在哪里下飞机的？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一个小港。那个公司在热那亚是吧？它是在热那亚登船，当时开在那儿。那个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游轮呢？豪华游轮，大概16层。泰坦尼克号了啊？对对对，就出去玩的这种。是的，是的，里边什么赌场呀，什么跑马场呀，什么游泳池啊，他们什么都有，就很豪华的那种。那你就在去之前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工作会不会很辛苦啊？比如说一直要待在船上的，会不会很无聊？这种顾虑。想过，它其实就是非常辛苦。但是对于当年的我，因为第一个比较年轻，我还不觉得累，也不觉得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环游世界的一个办法。这倒是。觉得你想自己出去环游一圈得多少钱呢？是不是还偷着乐啊？你对对对，我甚至还觉得自己还蛮幸运得到这份工作。去了以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吧。我们船上大概这1000个员工里边只有11个中国人。然后我们11个中国人里面还分帮分派，里边的事儿也很多。我其实一点都不适应，因为觉得你中国人也不带你玩，然后呢跟老外也交不了心，而且那些老外都是。我一直以为老外是那种很好交往的人，但实际上你真的跟老外交往下来以后，会发现他们很有心计。我觉得说你一个黄种人跑到我们这个白人世界，反正我就是看不上你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在船上都干过哪些工作呢？我干过调酒师，我会调酒，然后我干过那个就是一群客人他们要往上走，你会对他们说就是欢迎登船，welcome aboard， 就一些像打了鸡血一样穿的那个制服，我就算是一个保安吧。在英语中它叫 security guard， 还干过收拾房间。还干过一个就是干 cruise staff， 实际上你就可以理解为他是船上专门陪客人跳舞的，或者说娱乐客人的那种活。这个职位的人就是小丑嘛。那么像你做海员的话，那时候工资多少呢？大概的话一般都是1500刀左右，当年的汇率乘以7嘛，相当于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就月收入过万了。2013、14年，那工资算相当高了。对对对。但是你说枯燥也很枯燥。是的。比如他多久能靠一次岸呢？游轮的话，其实客人他是要去玩的，那基本上你就是航行个7、8个小时，他就会靠一个著名的城市，他可能会从热那亚航行到法国的马赛，然后他可能再回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，他就会停下来。那你会下去玩吗？那天如果你的活不是特别多，你就可以下去，但实际上牺牲的是你的那个睡眠时间嘛，因为这个时间它其实是给你休息的，你可能就是只能在那个岸边走一走，去不了很远的地方。实际跟你想的能够周游世界没什么联系。没什么联系。所以这个工作怎么说呢，就是它特别的消耗人。我听你讲你在船上还被性骚扰过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，这叫潜规则吧。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呢？因为物以稀为贵，我虽然在国内的话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女孩，但是在欧洲的话，我简直就是非常的受欢迎啊。你不敢信吧？因为他中国人很少，所以你在国外的话，我其实是外国人，所以叫物以稀为贵。很多人他都会觉得，哎，这小姑娘挺好玩的，长得小小的，然后那个像什么意大利人，他们1米8、1米9是吧，都大高个子。他看我，他就觉得是一种就像霍比特人一样，这外星生物，觉得很好奇。对，所以当时我有一个领导，这个领导呢，就是他长得跟那个奥巴马就很像，就是那种类型的。这么英俊啊？他算是黑人里边比较英俊的，但是呢，他不是我喜欢的型，而且他孩子估计跟我岁数差不多了都。他对我就特别照顾。那么一开始我就觉得可能这领导人不错，后来时间长我才知道他是有点这种想法，因为有的时候我感觉他会刻意靠近我，其实我对这些东西是很敏感的。然后后来我就记得他这个合同期他马上要结束了。走之前的话，我们这边是会给他举办一个就是那个悄悄 party， 意大利语悄悄就是再见的意思。后来举办的时候，因为他第2天就下船，谁知道他今天能干出什么？然后我就说，我今天晚上我就晚点回去。本来其实我已经很困了，但是我一直熬到下半夜1点我才回去。结果我刚进门，刚进到船舱里，我突然间我的那个铃就响起来了。响起来以后我就接完了以后，就是他的那个助理，他跟我说，他说领导找你。我说哪家领导，哪家正经领导会半夜找人呢？然后我就说他找我干啥呀？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，领导让你去他房间。他还不亲自给你，还要叫？哎，他转了一手，这个人精就精在这儿。
一个回旋余地嘛。如果你要硬告我，我就说那不是我找，那是我助理可能找你有点什么事儿，对吧？聪明啊！但是我就知道，如果我直接跟他当面来的话，那我就完了，因为他肯定会跟新的领导找我事儿嘛。所以我当时就挠头怎么办？后来我就想起来一个，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的一句话，我就说 My English is so bad, I can't understand what you said 我就给挂了结果就没去，我就挂了，然后我就把门就给反锁了。我在想，如果你今天敢来，我就一定要告你就是骚扰，因为在船上是这样，你情我愿人家不管，但是如果你情人家不愿，那你这行你基本就别干了，因为欧洲人还是对这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。这是我人生中就唯一一次就是遭遇这种事儿。我自己有时候在想，是不是我想多了？但是我觉得不是。